阿娘和离那天，抱着我接了侯府的告示。侯府要选一位续弦夫人，也是给小世子寻一位后母。侯府门口站着一群青春正好、貌美如花的姐姐们，等着被老夫人相看，进府过好日子。哥哥和爹爹笑阿娘痴心妄想，阿娘大龄再嫁也不知羞，还带着妹妹这个拖油瓶。桑枝，你当侯府娶妻是村口买人，续弦和后娘哪个是好做的？我知道是我拖累了阿娘再嫁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啊，阿娘，淘淘是拖油瓶，你别管淘淘了。阿娘蹲下身子，轻轻为我擦去眼泪，认真哄我。淘淘不是拖油瓶，淘淘是阿娘最珍贵的宝贝啊。侯府管事邓嬷嬷执着名册，傲慢地抬起下巴，锐利的眼睛冷冷地扫过一群惶恐安静的姐姐们。忽然瞧见给我擦眼泪、温声细语的阿娘，微不可察地点点头，给她也记下罢，倒有点当娘的样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小丫鬟们恭恭敬敬奉上名册，在邓嬷嬷面前一丝理不敢错。漂亮姐姐们也不敢叽叽喳喳的议论，个个低眉顺眼，怕被挑出理。邓嬷嬷穿着石绿裙，像一只严肃高贵的孔雀，翻看着名册。你已有婚约，为何还要进侯府？难道是贪慕侯府富贵？你年纪尚小，为何甘愿当后母？莫不是一心想攀高枝？邓嬷嬷说话像刀子戳心，脸皮薄的姑娘已经晃了晃身形，红了眼圈。有几个伶牙俐齿的姐姐答得滴水不漏，也被邓嬷嬷划去名字。太聪明善变，难免生出口舌是非。忽然，邓嬷嬷的眼神落在阿娘身上。既然也生了一儿半女，怎么忽然和离不过了？莫不是娘子有错处？还是贪慕富贵？众人的目光像针，密密地扎在阿娘身上。阿娘紧紧牵着我的手，面色平静。因为侯府富贵，能让我的女儿吃好饭、穿好衣、读书识字。邓嬷嬷微微皱起眉头，提笔要画去阿娘的名字。我心里一酸，不想让他们看不起阿娘，急忙辩解：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半个月前，奶奶嫌淘淘比哥哥多吃了半块窝头，说淘淘嘴馋，是赔钱货，要把淘淘卖给罗锅当小媳妇。阿娘就偷偷藏下来饭给淘淘吃，奶奶骂阿娘是贼，爹爹就打阿娘。阿娘没有错处，都怪淘淘嘴馋，多吃了半块窝头。说到伤心处，我顾不上擦眼泪，急忙为阿娘求情：嬷嬷，我阿娘她是很好的，淘淘以后也听话，不会嘴馋了。邓嬷嬷的笔宝蘸了墨，停在阿娘的名字后，一时竟然不知是去是留。阿娘看出了邓嬷嬷的不忍心，轻轻拉了拉我的手：淘淘，不要叫嬷嬷为难。邓嬷嬷的笔终究没有落下。我听见很轻很轻的一声叹息，像一阵微风摸了摸我的头顶，替我和阿娘难过。仰起头，邓嬷嬷依旧板着脸，却将我和阿娘的名册递给旁边丫鬟，轻声道：跟老太太知会一声，再送去观里合一合八字。这时身后厚厚的风帘子掀起，带出一股苦得叫人皱眉的药味。帘子后一个漂亮姐姐倚门瞧了会热闹，扑哧笑出声。老太太吃着药，听了半日的动静，打发我出来瞧瞧。都说了选个能当家理事、立住门楣的，邓妈妈怎么连个5、6岁的孩子也选来了？漂亮姐姐伸手捏了捏我的脸，蹲下身子吓我：邓妈妈教规矩可凶了，你进府可要日日听她的训，还要挨打，你不怕她？我轻轻地摇摇头，认真地看着姐姐：不是的，邓嬷嬷的心很软和，淘淘喜欢她。漂亮姐姐故作惊讶地看了一眼邓嬷嬷：真稀奇，竟然有人喜欢你。邓嬷嬷并不接话茬，只傲慢地将头别过去，冷笑一声：春茶你有空磨牙，不如带他们去给老太太请个安。春茶姐姐叹了口气，跟邓嬷嬷压低了声音：老太太刚吃了药睡下呢，叫我来通传一声，说不必见了。听了刚刚的动静，老太太心里不大喜欢，觉得他们娘俩也入不了侯爷和小公子的眼，待不长久。你知道的，老太太最讨厌孩童吵闹，侯爷心里只有去了的夫人。咱们小公子又是顽劣性子，等侯爷和小公子回府，见了他们娘俩怕是难。春茶姐姐提着一盏羊角灯笼，轻巧翩翩像蝴蝶，领着我和阿娘往住处去。
他们在前头悄悄地说，我在后头偷偷地听。原来想让阿娘留在这里过好日子，光是邓嬷嬷同意还不行。我一边想着心事，一边数着零花砖儿走。羊角灯笼晃光彩，零花砖3、4块，讨好新哥哥、新爹爹，还有新奶奶。可是不等我讨好新奶奶他们，第二天，春茶姐姐送来了许多东西，说是奶奶、侯爷和小公子送的见面礼，几匹缎子、精致点心和月例银子，连淘淘要上学堂，都有1、2穗银子当作零花。阿娘熬夜缝书袋时，摸摸我的头，温声教导我：人家对我们好，我们也要知恩图报，不要寒了人家的心。阿娘熬夜缝了2个新书袋，要等明日新哥哥薛玉上学堂，淘淘去念书时带一个给他。剩下的布料，阿娘还给淘淘做了一个小小的荷包，可以装零嘴蜜饯。我睡觉前总是忍不住去摸枕下的荷包和书袋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。真好，淘淘跟阿娘要有新家了。第3日是大晴的天，阳光晒在人身上暖洋洋的。我兴冲冲拿了书袋，要去叔叔去见新哥哥薛玉。可是，一连3日，等到朱先生下了学，也没有等到他。听我问起薛玉，朱先生皱起眉头，直摇头，不肯念书，顽劣不堪，孺子不可教也。直到第4日，日头斜了，才碰见一群小厮簇拥着薛玉讨赏。他从袖中抓起1把银钱，随意一扔，一群人哄抢的样子，逗得他哈哈大笑。我捧着新书袋，恭恭敬敬递给他：哥哥好，我叫淘淘，这是阿娘给我们做的书袋，哥哥一个，淘淘一个。薛玉10岁，比我高1头。他仔细打量着我，轻蔑一笑：哦，你跟你娘就是邓嬷嬷和那个老太婆选进来的吧？淘淘，是陶罐陶土的陶吗？你阿娘是嫌你一文不值才取了这个名字吧？我认真地盯着他，骄傲地解释：不是的，是君子淘淘，乐尽天真的淘淘，是阿娘的宝贝。见我提到阿娘，薛玉的脸色立马冷了下来。薛玉抢过阿娘熬夜做的新书袋，连着里头装着的书本砚台奋力一扔，书袋被远远扔进了老太太的院子。薛玉恶狠狠地推了我一把。在你阿娘来之前的7、8年里，我也见过很多女人殷勤地给我做什么衣裳扇坠，送什么羹汤点心，说什么把我当成亲生孩子，不过是想用小恩小惠收买我，好留在这里享福。告诉你阿娘别做梦了，我爹爹最疼我了，等我爹爹回来了，我就跟他说，让他把你们都撵出去。邓嬷嬷像孔雀，春茶子像蝴蝶，薛玉像刺猬，把我推了一个屁股墩儿，他头也不回地跑了。看着老太太的院子，我犯了难。春茶姐叮嘱过我，老太太生着病，在吃很苦的药，不喜欢孩童吵闹，淘淘不要过去打扰。可是那书袋子是阿娘熬夜缝的，阿娘要是知道了，得有多伤心啊！我小心地问院门口的婆子，她看了我和薛玉半天热闹，笑眯眯地应下，亲切地叫我等着。你坐在这里等着，等老太太睡醒了，我帮你通传。我把手缩进袖子里，把头缩进阿娘缝的围脖里，坐在台阶上等奶奶睡醒。穿堂风儿往脖梗里灌，吹得我的额头忽冷忽热的。困得迷迷糊糊时，我听见春茶姐姐几声痛骂：老太太又没有睡觉，你通传一声就好。不过一个5、6岁的孩子，你哄她在这里傻等做什么？春茶姐姐牵着我的手迈过高高的门槛，绕过重重垂蔓。姐姐，我们去看奶奶吗？我可能太困了，看见春茶姐姐的袖子变成了蝴蝶翅膀，眼前的路也歪歪扭扭。满屋子昏昏暗暗，又灯火黄黄，尽是苦得叫人皱眉的药味。主座上坐着一个抱着药罐子、戴着宝石抹额的奶奶，像一只高贵的灰猫。春茶姐姐牵着我走上去，跟灰猫奶奶说话，恭恭敬敬的。老太太，这是桑娘子的孩子，叫淘淘，您瞧瞧。我烧得迷迷糊糊，一个跟头栽倒在灰猫奶奶脚边，不知被谁抱进一个软软和和的怀里。我轻轻靠在她身上，很小声地问：春茶姐姐，奶奶睡醒了吗？淘淘很听话，没有吵。抱着我的那人有点手足无措，不可置信地问春茶姐姐：春茶，这孩子刚才叫我什么？淘淘叫您奶奶呢。春茶姐姐笑道：这孩子有孝心，那么冷的天，
怕吵了老太太睡觉，坐在台阶上吹着风傻等。抱着我的人不说话了，摸了摸我热热的脸，话中却是比药还浓的苦味。从前月儿在我身旁养着，一口一个奶奶的喊我，也是她这个年纪。如今随她爹，记恨我这个老婆子，连一声奶奶也不肯叫。一家人过得像仇人。春茶姐姐垂着头不敢接话。罢了，你叫人把月儿扔掉的书袋洗干净晾上吧，省得她醒了哭闹。剩下的事我不记得了，只记得女大夫们七手八脚地围着我，探我的额头和脉搏，给我喂下汤药。等阿娘来接我时，我已经睡醒了，连头也不疼了，身上盖着厚厚的灰狐裘，怀中还塞着一个热乎乎的汤婆子。我抬起头，才看见座上那个高贵的大灰猫，原来是披着灰狐裘的新奶奶。阿娘心疼地抱着我，急切探了探我的额头，确认我无恙，才行礼问安。得知是薛玉捉弄，阿娘思忖片刻，不卑不亢地问：“敢问老夫人，薛小公子我可管教的？”老太太慢慢放下茶盏，轻轻点头：“你入了府，算她半个母亲，自然管得。”春茶姐姐要收起我身上盖着的灰狐裘，老太太摆摆手：“外头风大，给她盖着吧。”我趴在阿娘的肩膀上，摸了摸身上软软和和的灰狐裘，觉得心里也软软和和的。奶奶，明天淘淘能来看您吗？奶奶冷着脸，皱起眉头。我不喜孩童吵闹，最好不要过来。一低头对上我期待的眼神，奶奶又和缓了脸色，不自在地轻咳一声。非要过来，吃过午饭再来，我这里没有给小孩子吃的饭，饿了肚子我可不管。回去的路上，星星疏疏朗朗地挂在天上，阿娘紧紧把我抱在怀里。我察觉到阿娘的情绪，小心地问：“阿娘，你生我的气了吗？”阿娘没有生气，只是不想让淘淘委屈自己。阿娘摸了摸我的手，团在掌心。下次哥哥欺负淘淘，淘淘就握起拳头打回去。哪怕阿娘带着淘淘出去过日子，也不让淘淘受委屈。我摇摇头，并不觉得很委屈。哥哥并不是故意欺负我的，因为他没有见过书袋子，所以很害怕。就像从前夏天，阿娘带淘淘去吃苏珊，苏珊冒着烟，淘淘还以为是烫的，结果又冰又甜，很好吃。阿娘不要替淘淘担心，下次淘淘见到哥哥，让他赔礼道歉。我和阿娘说话时，楼台下站着一个孤零零的人影，沉默着看了我们很久。不等我揉揉眼仔细看，他已经悄悄跑掉了。第二日天蒙蒙亮时，春茶姐姐已经把洗干净的书袋子送来了。我吃过午饭，抱着灰狐裘，兴冲冲去还给奶奶。奶奶正在吃很苦的药，连眼睛不抬，直皱眉头。我看奶奶桌子上光秃秃的，除了药什么也没有，忙解开阿娘给我装的满满的小荷包，把里头的零嘴蜜饯摆了一桌子。奶奶，淘淘有冬瓜糖、炒金豆、枣花糕、蜜3样，您吃了点心就不苦了。奶奶一愣，皱起眉头，不太高兴。我看你娘也推纵着你了，哪里有这样当娘的？我摇摇头，忙解释：不是的，是淘淘明日要过生辰，阿娘才买了好多吃的，也不许淘淘都吃完。是淘淘想着奶奶在吃苦药，又不知道奶奶喜欢吃哪个，就都拿过来了。明日是你生辰？我点点头。奶奶脸上不大自在，便唤春茶姐姐过来，去我柜子里挑一件给她做生辰礼。春茶姐姐拿钥匙就笑：淘淘可真有福气，要知道咱们老太太柜子里可比东海龙宫的宝贝还多，淘淘想要什么？真的吗？淘淘想要什么都可以吗？淘淘只管开口，这世上没有珍宝是老太太这里找不到的。奶奶冷哼一声，倨傲地抬起下巴，似乎很不喜欢我没见过世面的贪心样子。我托着腮，笑眯眯地看着奶奶，认认真真的许愿。奶奶对淘淘好，淘淘喜欢奶奶。那淘淘7岁的生辰礼物是想要奶奶身体快快好起来，以后不要再喝苦药了。奶奶接过锦盒的手怔住了，忽然感慨地叹气：这孩子。春茶姐姐微微偏头，轻轻笑道：二小姐孝顺懂事，连朱夫子都夸淘淘念书用功。奶奶并不否认春茶姐姐口中的二小姐，只是惆怅地摇头。月儿要是能有淘淘一半贴心就好了。找刺猬哥哥薛玉跟我道歉是一件很难的事，这些天他总是躲着我，好像连后脑勺都长了眼睛。
冬至这天下了很大的雪，薛侯爷从南边回来了。邓嬷嬷指挥婆子们从马车上搬行李。奶奶穿着厚厚的灰狐裘，站在廊下，眯起眼睛仔细瞧薛侯爷的脸。前几天我去陪奶奶聊天时，奶奶总是不经意地提起，不知道侯爷离家这么些日子是瘦了还是胖了，南方的饭菜合不合胃口。可是见到薛侯爷，奶奶一言不发，脸比冬日炎下的冰溜溜还长还冷。薛侯爷身形很瘦，穿着厚厚的大氅，小心护着怀里的东西，生怕被雪淋了。有风吹起时，我瞧见了，薛侯爷怀中护着的是一方牌位。奶奶指了指我和阿娘，这是母亲为你选的丧事和她的孩子淘淘。薛侯爷一眼也不曾看我和阿娘，只是和奶奶擦肩时淡漠地说，一切都听母亲安排。薛玉一个劲儿把我往身后推，挤到前头，仰起头忐忑地喊了一声爹爹。听见薛玉喊他，薛侯爷只是淡淡瞥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。眼见爹爹要走，薛玉又鼓起勇气，追在身后结结巴巴说，阿爹，可有给玉儿买什么特产土衣？没有。侯爷只给朱夫子从南方捎来2壶冬酿，是朱夫子的母亲亲手酿的。我看见薛玉的眼睛一点点暗了，连头慢慢低了下去。奶奶心疼薛玉，气得用拐棍敲地。就为了那个短命的女人，你恨我，恨玉儿，可又有什么用呢？当初纵使我不喜欢，到底也点头同意她进门了，也并没有苛待她，是她自己没福，才会在生育儿时难产。雪静静落在檐上，薛侯爷一肩薄雪，像雪地里湿了半缕的孤雁。他回过头，讽刺地笑了笑，一字一顿，阿母，玉儿她有名字，有才情，您从来看不起她。至于玉儿，早知要用玉儿的命去换她，我宁可不要。雪沉默地下着，薛侯爷走了，只剩奶奶和薛玉站在院中，像一碗放了很久药，又苦又冷。薛玉低头擦了一把眼睛，一声不吭地跑了。我找到薛玉时，他正坐在空无一人的书房。书房端端正正供着一瓶红梅和朱夫子的2壶冬酿，薛玉就对着2壶冬酿发呆。见我推门进来，薛玉满眼希望地回头，看见是我后冷笑道，怎么是你？你去不讨好那个老太婆，来找我做什么？想看我的笑话吗？我摇摇头，怕提起她的伤心事，小心翼翼地问，是快过节了，阿娘要带淘淘去逛集市，淘淘来问你去不去。哥哥，你想要买什么？集市上都有。薛玉脸上没有动容，只有讥讽的笑。你以为谁都跟你和你娘一样，穷的没见过世面？上次推搡我还没道歉，这不知孬好的话又气得我握起了拳头。不许你这么说我阿娘。我不高兴，薛玉就高兴了。就说，刚刚我爹爹一眼也不看你娘，你们娘俩赶紧滚吧。我不甘示弱，忙回嘴，呸，他也没理你。好呀，终于不装了，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？薛玉抄着砚台朝我掷过来，我抓了一把毛笔往他脸上丢。他用力拧着我的脸，我狠狠咬住他的手。我和薛玉在学堂打成一团。忽然听见哐当一声，又闻到一股甜蜜的酒香。书房一片狼藉，2壶冬酿碎了一地。薛玉放开了我的脸，我松开了他的头发，我们面面相觑，一下子谁也不敢说话了。忽然薛玉反应过来，立马幸灾乐祸地笑，淘淘你完了，你要挨打了。凭什么我一个人挨打？明明是你推我撞到了柜子。笨蛋，你阿娘为了讨好我们家，只会打你，不会打我的。就算我娘不打你，你爹爹也会打你。听我这么说，薛玉自嘲一笑，他不会管我的。果然，薛侯爷没有过来，他并不愿意管薛玉。当阿娘来时，薛玉抱着手，得意洋洋地望着我。看见书房里被糟蹋的笔墨纸砚，淌了一地的冬酿酒，以及我和薛玉满脸满身墨水，脏兮兮的脸。阿娘沉下了脸，蹲下身问我，这些是淘淘干的吗？是淘淘做的，但是也有哥哥的一半。薛玉在阿娘身后，得意洋洋地对着我做鬼脸。阿娘转身拿了朱夫子的戒尺，温声问薛玉，玉儿，淘淘说的对吗？可有冤枉你？薛玉用鼻子笑了一下，满不在意地耸耸肩，是我做的又怎样？阿娘点点头，好。淘淘把手伸出来，
戒尺重重落在手心，薛玉笑嘻嘻地帮我数着，1、2、3，嘻嘻。陶陶被打了3下，但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，因为阿娘打完我，转过身拉住薛玉的手，狠狠打了10下。薛玉被打懵了，甚至连躲都忘了躲，结结实实挨了10下手板，眼见着手心被打得通红，他还正愣在原地，看着自己的手发呆。我们糟蹋自制笔墨，糟蹋朱父子母亲的酒，阿娘这回真的生了很大的气，在廊外反省半个时辰，想明白错在哪里就来告诉我。谁要是还不知错，就罚他晚上不许吃饭。晚上的雪停了，安静的没有一丝风，只有一轮清朗朗的月亮挂在天上。薛玉一改往常刻薄的性子，站了许久也一言不发。我猜他不是觉得自己没错，就是脑子太笨，想不明白。肚子饿了，我坐在廊下，从阿娘给我缝的小荷包里掏出2块云片糕。我想起阿娘说过的，不能自己吃独食，让旁人眼巴巴瞧着，忍痛拿了1块在薛玉面前晃了下。你不吃对吧？我都想好啦，他要是不理我，我就赶紧把2块都塞到嘴里，让他连反悔的机会都没有。可是薛玉竟然接过我的云片糕，靠着我身旁坐下，慢慢吃了起来。我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，只觉得今晚的薛玉怪怪的，仿佛那10下戒尺打在了脑袋上。根据陶陶挨打的经验，打的时候绷着手心就没那么疼。薛玉不吭声，只盯着自己通红的手心发呆。他看了很久，忽然笑了一下。我惊恐地看着薛玉，完了，他被打坏了。薛玉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雪落。从来没人打过我，也从来没人教过我对错。这话说得我心里酸溜溜的。那从前那些姨姨呢？也不管你吗？想到过去，薛玉笑了一下。他们想留在侯府，就不敢管我，更别提打我。有一回，我把他孩子的头都打破了，他也只是骂自己的孩子不长眼，摁着他的孩子跟我道歉。陶陶，你阿娘是什么样子呢？对你是好是坏呢？不许骗我。我挠挠头，一时不知道怎么说。阿娘特别好，就拿舅奶奶给陶陶取的名字来说好了，就哥哥的名字叫孟玉，我叫孟桃。我不傻，知道玉是贵的，桃是不值钱的。阿娘就给人做工，攒钱找了个老先生，得了个君子陶陶的说法，说陶陶以后念书会是陶陶女君子。那哥哥，你阿娘是什么样子？她对你是好是坏呢？她死得很早，来不及对我好，也来不及对我坏。薛玉的眼睛忽然沉沉的，我不知道阿娘应该是什么样子。那陶陶把阿娘让给你一半。我很大方地拍了拍薛玉的肩膀，又怕他不好意思要，阿娘力气小，以后打了你再打我，手心就没那么疼了。风吹过时，薛玉冷地缩了缩空空的脖颈。我解下来阿娘给我缝的厚厚围脖，一圈圈给薛玉围上。你要是难过，可以把脸藏进去，但是不许流鼻涕。薛玉摸了摸厚实的围脖，也笑了，轻轻说了句谢谢陶陶。把脸藏进围脖的薛玉不像凶猛刺猬了，像伤心乌龟。冬至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。邓嬷嬷来时，我跟薛玉正伏案，抓耳挠腮的给朱夫子写道歉信。阿娘笑着端出来2碗热气腾腾的饺子，是下午阿娘剁了馅儿，亲手包的。陶陶和玉儿先吃了饭再写，还剩2碗，阿娘装进食盒递给了邓嬷嬷。辛苦嬷嬷，这盒给老太太的，这一盒是给侯爷和云儿姐姐的。邓嬷嬷听见阿娘提起云儿这个名字，愣了一下，但是看见一旁抱着碗吃的正香的薛玉，欣慰笑了笑。老太太听说娘子肯管教小公子，很是高兴，但是也提醒娘子一句，娘子总提起过去的人，侯爷和小公子心里忘不掉，就腾不出娘子的位子了。可是阿娘没听奶奶的劝，连管教薛玉都会提到云姨姨。薛玉在学堂上坐不住的毛病犯了，逃课被朱夫子提到阿娘面前告状时，阿娘没有骂他，也没有打他手心，反而将一本诗集递给薛玉。玉儿的母亲是一个很有才情的女子，这是她写的诗词，玉儿只有念了书才能读懂。薛玉就再也没有逃过课了。年关将至，往年薛侯爷都要独自一人去祭拜云姨姨，今年奶奶强硬的让阿娘、陶陶和哥哥也跟着一起去，总要让他知道
你们娘仨儿才是身边之冷热的人。阿娘折了金元宝，又托表糊匠糊了些衣裙首饰和笔墨纸砚。我在灯下仰头摸那一个个棱角分明、金光闪闪的纸元宝，小心地问阿娘：奶奶不喜欢云姨姨，说她很坏，阿娘为什么还要帮云姨做这些？阿娘摸了摸我的头。如果有一天阿娘不在淘淘身边，另一个姨姨来照顾淘淘，她很爱淘淘，可她总说阿娘的坏话，还要让淘淘把阿娘忘了，淘淘会怎么想？我皱起了眉头。她看清淘淘对阿娘的爱，不尊重淘淘。是呀，淘淘要学会尊重，不要看清别人的心。第二天，天蒙蒙亮时，还飘着雨珠。马车旁的薛侯也冷着脸，满眼厌恶，并不愿理会我和阿娘。阿娘蹲下身，把伞递给哥哥，温声哄他：玉儿会背了几首诗，记得等会背给娘亲听。薛玉点点头。阿娘把纸扎和元宝递给薛侯爷，温声笑道：这笔墨纸砚云姐姐也许喜欢，衣裳首饰也是京城时兴的。侯爷和玉儿去祭拜姐姐，我带着淘淘去集市上逛逛，绅士在柳枝巷子碰头在一起回去，也好对老太太有个交代。那些纸扎栩栩如生。薛侯爷怔怔地看了阿娘一眼，对刚刚的厌恶有一丝歉疚。谢谢。阿娘牵着我去集市上买年货，我拿攒下的零花钱给玉儿哥哥买了一个乌龟糖人，给奶奶买了喝苦药吃的蜜饯，还给春茶和邓嬷嬷买了2盒梳头的桂花油。集市上人头攒攒，我正陪阿娘挑绒线时，听见刺耳的一声：爹，奶奶，快看，是淘淘和阿娘。我一抬头，看见了最讨厌的人，孟玉，舅爹爹和舅奶奶。阿娘下意识攥紧了淘淘的手，拉着淘淘就跑，却跑进死巷子里。孟玉追了上来，他眼尖，看见了我手上的乌龟糖人，一把夺过来，顺势把我狠狠推了一个跟头。舅奶奶的眼睛滴溜溜转，从阿娘的裙子打量到头上簪子，又落在我用好绸缎裁的荷包上，冷嘲热讽地挑唆，说什么为淘淘好，不过是嫌贫爱富，捡高枝飞了。桑枝，当初我们花了10两把你买进门，供你好吃好喝，不给名分也要赖在侯府，谁知道是不是早就爬上旁人的床了？我儿子真傻哟，这女人不守妇道，做了绿头王八。就爹爹挑着扁担，阴沉着脸，一步步朝阿娘走过来，眼瞧着巷子人家们支起窗，对阿娘指指点点的瞧热闹。我急切地呼救：才不是，家里的脏活累活都是我阿娘做的，你们还要打她？求求你们救救我和阿娘，他们真的会下死手打。阿娘抄起旁边的竹竿，将我死死护在身后。孟玉咂巴着唐人看戏，舅奶奶得意地笑：见笑了，家务事我这儿媳不守妇道，正要捉她回去呢。有人认出了舅奶奶和舅爹爹，摆手解释道：是他家媳妇，从前怀着老大的时候也打，打到如今小的也长这么大了。一听是家事，人们纷纷关起窗，不问了。舅爹爹指了指我，威胁阿娘：桑枝你敢还手，我先把他打死。我忽然想起来，从前也是这样。阿娘不傻，阿娘挨了打还会跑，还会跟舅爹爹厮打。可是淘淘挨了打，摔倒在地上，眼见着拳脚要落在淘淘身上，阿娘就不跑了。蜜饯洒了，桂花油碎了，小荷包被狠狠踩了。阿娘死死护着淘淘在怀里，后心和额头重重挨了几棍子。我哭着护住阿娘，却被狠狠打中了手指。别打，别打阿娘！阿娘还想反抗，可是看到我挨了打，把我紧紧搂在怀里，不住地哄我：别怕，淘淘别怕。阿娘额上汩汩淌出的血，温热地滴在我的脖颈上。她始终紧紧把我抱在怀里，仿佛抱着比命还珍贵的宝物，一刻也不曾松开。我求世上神仙睁眼，救苦救恶，就一救我的阿娘。淘淘没有好东西能给神仙，要是能让阿娘过不必挨打的好日子，神仙可以拿走淘淘的命。这一刻，本来落在身上的拳头停了，好像神仙终于听见了我的祈求。淘淘，淘淘！我隐隐约约听见身后有人唤我，不是神仙，是薛玉红着眼，死死抱着舅爹爹的胳膊不肯放手。你不许打我妹妹，不许打我阿娘。又听见薛玉一声哎呦，
是就爹爹一脚踹在薛玉心口。孟玉摁住了薛玉，仗着个子高大，骑在薛玉身上一拳一拳地打他。薛玉硬生生挨了几拳，一声不吭，也不肯认输，吐着血水说满口脏话。可是孟玉很快落了下风，因为薛家的随从摁住了就爹爹和奶奶。薛侯爷看见了薛玉肿起的眼睛、乌青的唇角和吐出的一大口鲜血，头一回动了怒。像许多为孩子撑腰的父亲一样，薛侯爷提起孟玉的脖梗：“玉儿，打回去。”回去时天色已经晚了，下午阴云密布，似乎夜里会有一场行路艰难的大雪。商户早早地闭门歇业，街上冷清，天地间星星也无，只有远处阖家团聚的点点灯火。薛玉得意地抬起下巴，想跟我炫耀他刚刚把孟玉打得有多惨。可是马车颠簸一下，他就疼得龇牙咧嘴一下。其实他伤得比我重，真的，我是外伤，他是内伤，你哥我威不威风？厉不厉害？哭什么呀，淘淘，我们打赢了，我爹爹打仗可厉害了。听见薛玉崇拜的话，薛侯爷轻轻弯了弯唇角。我低头擦了擦眼泪。以前阿娘和淘淘挨打的时候，淘淘求过观音菩萨，也求过如来佛，可是神佛都没有理会，只有玉儿哥哥和爹爹来了。薛侯爷拿了一方帕子递给我，想让我为阿娘擦一擦额上的血。可是帕子递到我面前，才发现我的手指高高肿起，拿不了东西。薛侯爷又看了看薛玉，发现他眼睛肿得剩一条缝，能分清我和薛侯爷已经用尽了全力。今日我和阿娘被打，薛侯爷心里有几分自责，他觉得是因为没有带着我和阿娘一起，才害我们挨了打。他轻轻叹了口气，小心地给昏迷不醒的阿娘擦了擦额头。薛玉瞧见了，艰难地冲我眨了眨眼，见我呆愣愣的，不明白他的意思。薛玉急得拉了拉我的袖子，掰过我的头去看窗外的星星。真奇怪，外面黑漆漆的，分明没有星星。哎呀，笨蛋淘淘，叫你看你就看。3日后，孟家被官府治了罪，挨了许多板子，不敢再生事了。而薛府这4个人里头3个挂了彩，老太太房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。因为大夫们平日都在老太太房里住在一处，大夫们照顾起医药饮食都方便。淘淘养病的时候，阿娘、奶奶、哥哥和爹爹常常来找淘淘说话。奶奶摸了摸我的脑瓜，小声地说悄悄话：“淘淘别告诉别人，奶奶也后悔从前刻薄，做错了许多事。你们受伤后，奶奶心里有一点高兴。玉儿，淘淘能陪着奶奶，侯爷也常常过来探望。”哥哥掰了糕点递给我，左顾右盼的耳语：“淘淘别告诉别人，其实我的伤口早就好了。但是我爹每次过来，我都故意装病喊疼，他就会很担心我。”新爹爹不自在的轻咳一声，压低声音：“淘淘别告诉别人，我想问你，阿娘是什么样的人？她受过很多苦吗？她对玉儿和对你可有什么分别？”阿娘把淘淘抱在怀里，很在乎淘淘的意见。淘淘别告诉别人，阿娘想问淘淘觉得薛侯爷怎么样？淘淘喜不喜欢他？玉儿有没有再欺负过淘淘？奶奶对淘淘好不好？淘淘在心里为大家装了很多秘密，保管得很辛苦。我很纳闷，为什么秘密和心意要交给淘淘保管，为什么不说出来呢？这就像淘淘小荷包里放的云片糕，一直不吃会放坏的。除夕夜，阖家团圆的日子，全家围坐了一圈，除了杯盏和歌舞的声音，大家闷头吃饭，尴尬的不说一句话。薛玉吃得正香，瞧见我闷着头抱着碗，只勉强对付2口，纳闷道：“淘淘生病了吗？明明平时饭量像小猪一样。”我很想吃，可是帮大家装了很多秘密在心里，撑得吃不下饭。蜜汁肘子实在馋人，我看着发愁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淘淘想问，我们这样算家人吗？”哥哥、阿娘、爹爹和奶奶异口同声：“自然算的。家人是不是不算别人？算亲人。自然不算别人，自然是亲人。”这话说的我松了一大口气。既然不算别人，那淘淘就没有说话不算话。从哥哥到奶奶，我挨个指了过去。哥哥的伤好多了，但是他想要爹爹经常陪陪他，又不好意思说。奶奶的心里很后悔当初做的不好，想要跟爹爹和玉儿道歉，想要我们一家子团团圆圆，
不要再互相生气了。爹爹放心，我阿娘是世上最好的阿娘，她吃过很多很多苦，却不要淘淘吃一样的苦。她对哥哥和淘淘是一样的，淘淘挨的打，哥哥也一定会挨的。阿娘，淘淘很喜欢哥哥、爹爹和奶奶，想跟他们长长久久的做家人，每年这样坐在一起吃团团圆圆的年夜饭。到豆子一样说完，我长舒一口气，夹了一块蜜汁肘子，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。我忽然抬头，发现大家红着脸不说话，脸色比碗里的蜜汁肘子还多些糖色，沉默的能听见炙羊肉的滋滋声。大家尴尬地举着筷子，纷纷往我的碗里夹菜，满满当当堆成一座小山，像过小年时给灶王爷吃的椒牙形和粘糕，好粘住了嘴巴，不许他说人的坏话。淘淘慢慢吃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菜可以慢慢吃，话也可以慢慢说，心结也可以慢慢解。毕竟爆竹声中除旧岁，春日虽晚，却已缓缓来。万家灯火，可期是新年。一轮朔月，正照人团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。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